年底分红，岳父给大女婿1%的股份，给二女婿一栋800万的别墅，给三女婿一辆500万的豪车，唯独我这个四女婿分文没有。我下定决心离职，他们却后悔疯了。周公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6年前，你拒绝我开出的35万年薪，一手把兴业地产从一个小施工队做到销售额破亿。可你不仅没得到应有的待遇，反而仍旧拿着6000的死工资，干的还都是脏活累活。你到底图什么？兴业地产董事长是我老丈人，谈什么钱不钱的？既然他需要我这个技术工，就算为了我老婆，我也要帮到底。周公，只要你来我公司，我给你年薪300万，不，500万，而且每个项目的提成不低于40%，怎么样？抱歉了，沈总，这不是钱的事，我不会离开兴业地产的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强求了。但你如果改变主意，祥瑞地产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周志远，你怎么还在工地？爸说了，今晚年终分红大会，所有人都要到，你这一身泥怎么参加？刚把一个钻头打捞上来，还没来得及换。赶紧的，别迟到了，爸最在意这个。过去1年，兴业地产再创佳绩，全年销售额突破10亿，净利润更是达到了1个亿。这么好的成绩，离不开在座每一位的努力，尤其是我的3个好女婿。老大女婿，这是公司1%的股份，市值1000万，你拿着。谢谢爸。老二女婿，这是清湖别墅区的房产证，价值800万，给你的。老三女婿，这是法拉利宝车的钥匙，价值500万，拿着吧。谢谢爸。还有四女婿呢。是啊，四女婿周志远出工出力最多，应该也能分得最多吧。至于其他员工的年终奖，按照绩效考核发放，由财务部统一安排。什么？3个姐夫拿了2000多万，结果出力最多的周公1分没有，这也太区别对待了吧？爸，四妹夫那边，您是不是忘了？小周啊，你别介意，你是自家人，公司有困难的时候你顶上，这是应该的。分红是给外人的，自家人分什么？再说了，婉晴在公司也有一份工资，你们2口子加起来足16000了，也不少了。足16000。爸说的对，老四家干的那点活，无非就是写策划案，下井捞钻头，这些小活换个月薪3000的技术工照样干。爸给6000，已经是看在自家人的面子上给你议价了。就是，爸本来就对老四家有优待，现在要是还想拿分红，那可真就是贪得无厌了。小周，你的工作本身难度就低，而且在学历文化方面，你也不如你的3个姐夫。如果今天给你分红，你让其他员工怎么看我？明年好好干，如果公司收益翻倍，给你升个职加个薪也不是不行。我的工作难度低，3000的技术工也能干。我贪得无厌，我为公司付出6年，从来没主动要过什么，结果到头来却落得个这样的评价。婉晴，你觉得呢？志远，爸这么安排，肯定有他的考量，你听着就是了，别让我爸下不来台。我让你爸下不来台？我虽然学历不高，但从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，练了一身技术。6年前，向瑞地产的沈总开价35年薪资要我加入。婉晴，我回来了，我收到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周啊，兴业地产刚刚起步，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我听婉晴说你懂点技术，咱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你就来公司帮我吧。我暂时先给你6000一个月，表现好了就给你升职加薪。志远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就是一张废纸而已。我听爸的，去公司帮忙。这一干就是6年，从最开始的技术功课，到去工地亲力亲为，成为水鬼。董事长不好了，钻头掉进井里了，井下环境太复杂，能见度不够，而且井壁随时可能塌方。我们请了好几个水鬼，都不愿意下去。什么？那你们马上给我想其他办法！要是耽误了工期，让老子赔违约金，我饶不了你们。爸，
我夏景。从我打捞上来第一个钻头开始，岳父就不再请水鬼了，因为水鬼夏景一次要价几万，他不舍得给，而我便宜。6年里，我夏景几百次，同时还要负责每一个项目技术策划，一个人干了好几个人的活，但工资始终都是6000。不让你爸下不来台，那我呢？我6年的付出哪一样你没看在眼里？我就该被这么对待吗？志远，家庭和睦才最重要。所以，为了家庭和睦，就要牺牲我应得的利益。家和必须有人吃亏。志远，你吃这一次亏怎么了？别这么斤斤计较，行不行？吃一次亏，自从我放弃35万 offer 开始，6年来我一直都在牺牲。好了，只要你好好干，好处自然少不了你的。这是明年的项目规划，城西那块地的技术方案，你抓紧时间做出来。还有，1周后3号地块要打桩，钻头你去现场盯着点，别又出问题。爸，这个项目我做不了。你说什么？爸，这个项目我做。爸，我们知道了，我回去就让志远加班加点，肯定出一份让你满意的策划案。那就好，记住，1周之内必须完成，否则耽误工程进展，我就要赔付3个亿的违约金。你们心里要有点数。周志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你是要给我爸甩脸色吗？你就不能忍一忍？这么点小事至于吗？小事儿？你觉得这是小事儿？现在只有我爸城西那块地才是最要紧的头等大事，1周之内必须要做好，听见没有？沈总，技术工不是很多吗？您至于为挖不到周志远发愁吗？兴业地产现在市值10多个亿，你知道怎么起来的吗？是周志远一个人扛起来的。我们祥瑞地产虽然比兴业地产规模大了几10倍，但却遇到了瓶颈。如果能把周志远挖过来，祥瑞所遇到的所有困境就都迎刃而解了。你说什么？林希业那个有眼无珠的老家伙竟然当众贬低周志远，让他寒心。这是个好机会，这次一定要把周志远挖来。备车。我不想跟你坐一起，今晚你自己打车回家，路上好好反思一下你今天的态度。这里这么偏僻，现在又已经是半夜了，我怎么打车？那是你的事。林家眼瞎，看不到周公的能力。我祥瑞地产愿出年薪800万，隆重邀请周公来我公司担任副总一职。什么？祥瑞地业？林家眼瞎，看不到周公的能力。我孝瑞地产愿出年薪800万，隆重邀请周公来我公司担任副总一职。爸不会辜负任何人的付出，只要你有能力、有本事，在兴业地产都能发光发热。当然，如果你干小活还想拿大钱，那你趁早去别的地方。兴业地产不养闲人。哦，我指的可不是四妹夫。回来了，别闲着了，赶紧去做技术方案。这几天你都要加班加点，1周之内必须交上去。今天早上下井捞钻头，差点氧气灰烬上不来。这几年，每个月下井10多次，我已经患上了轻度肺病。经常熬夜写策划，现在脊柱也侧弯了。这些你从没关心过，只关心策划案能不能准时上交。这本来就是你的工作，你下井写企划案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再说，我爸不也给你钱了吗？应该的。那大姐夫、二姐夫、三姐夫呢？谁不知道
他们才是整个公司最不干活的人，却拿着几百上千万的分红，这又算什么？够了！周志远，你还有完没完？不就是少了你的分红吗？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上不了台面的样！你是自家人，公司有困难的时候你顶上，这是应该的。分红是给外人的，自家人分什么？这些小活换个月薪3000的技术工照样干。别让我爸下不来台。嘉禾必须有人吃亏。志远，你吃这一次亏怎么了？就是一张废纸而已。我听爸的，去公司帮忙。周公，这是我的个人名片，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。沈总，我想好了，我愿意加入向瑞地产，1周后准时入职。周志远，你说什么？你要去别的公司？周志远，你说什么？你在跟谁打电话？没谁，工地上的事。你怎么还没睡？你不是说有轻度肺病吗？我给你买了盒药。药，记得按时吃。我可不敢让你带病工作，免得你到时候再以这个为借口，处处说我爸的不是。所以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是吗？今天就是3号地块打桩的日子，也是交技术方案的日子。你技术方案做得怎么样了？以你的能力，1周完成一份技术方案足够了。记得一定要及时交给我爸，不然耽误工期，可是要赔3个亿违约金的。我走了。爸，拿下城西这块地，咱们兴业地产今年必定再上一层楼，甚至有可能融资上市。上市，那市值肯定要翻几倍，甚至10几倍。到时候爸就是全江城除了祥瑞地产沈总之外最厉害的地产界大佬。沈总的祥瑞地产那是他爸留给他的产业，咱爸是白手起家，比他厉害多了。只要公司上市，你们3个都是原始股东，每年坐等1000万分红就行了。爸，那四妹夫呢？他，那就是个贪心不足的。他越是想要什么，我就越是不给。好好磨磨他的性子。什么声音？董事长，不好了，钻头又掉井里了。什么？我这就请水鬼来捞钻头。请什么水鬼？水鬼难道不要钱吗？周志远呢？不跟他说了今天打桩，他怎么还没到？我给四妹打个电话问问。什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爸，四妹说周志远一早就出发了，这都快中午了，按理说早该到了。不会是因为对分红那天的事不满，不想来了吧？他敢！给他打电话，秘密他立马过来。不用打了，我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到了工期？行了，正事要紧。小周，你既然来了，就赶紧换衣服，去给我下井打捞钻头。我以后都不会再给你下井捞钻头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是来辞职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辞职？周燕芷，你什么意思？工地今天刚开工，你就在这个时候辞职，留下一个烂摊子给谁收拾？就是，爸对你这么好，你说走就走，也太不负责任了吧？我不负责任，不是你们说的吗？我干的都是一些小活，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月薪3000的人也能干。我走了，你们随便找个月薪3000的顶替上不就行了？还省了3000块钱的工资，多好！你，周志远，我知道你眼红我们拿几百万的分红，但你的待遇配得上你的能力，6000块钱已经够对得起你了，别不知好歹。这么说，我拿着6000的工资，还要对你们感恩戴德？都别吵了，当务之急是打捞钻头，耽误越久越难捞，再不行动，这口井就要废了。董事长，要不请水鬼吧？不请！在场这么多人，我就不信没人能打捞出钻头。老四女婿，
你不下井，觉得我对你不公平。好，今天我就让你看看这活到底有多简单。你信不信？我随便指一个人，他都能下井把钻头给我捞上来。既然爸觉得轻松，那我就拭目以待。老三女婿，你去井底下打捞钻头。我怎么？你本来就是学工程出身的，让你下井捞个钻头，你捞不上来？别犹豫了，爸既然想在周志远面前立威，你今天不管怎样都得下井。再说了，他周志远一个没文化的都能下井捞钻头，你大学生出身还能比他差了？也对，周志远都能捞上来，我没理由不行。到时候帮爸立威成功，好处少不了。爸，我下。孙好水鬼夫人，等一下。怎么，现在反悔了？想下井给我干活？晚了，我今天就要让你好好掂量一下自己的价值。爸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劝你们一句，这口井有40米深，而且内部环境比之前的都要恶劣。我劝你，还是找专业的水鬼来打捞，不然但凡出点问题，就麻烦了。周志远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敢瞧不上我？别以为整个工地只有你自己能下井，别人都不行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把钻头打捞上来。好。该死，真让周志全说对了，井底下的环境怎么这么差？早知道我就不下来了。不行，我已经跟爸保证过了，绝不能空着手上去。怎么回事？这都快10分钟了，还没上来。是啊，平时周公下井一趟最多5分钟就捞上来了，孙磊怎么这么慢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都闭嘴！绳子动了，看来老三女婿已经捞到钻头，往上爬了。我就说嘛，下井捞个钻头而已，能有多难？看到了吧，四妹夫，这活是个人都能干。就是，你只是干了别人都能干的活，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了。老三女婿，钻头呢？捞上来了吗？爸，我没找到钻头。那你上来干什么？氧气快没了，氧气管还被碎石划破了，我再不爬上来就要淹死了。一个钻头都捞不上来，我要你干什么用？老大女婿，你下井。爸，那个我最近有点感冒，不太适合下水。老二女婿，你去。爸，下井的风险太大了，要不我们还是请水鬼来吧？废物，捞个钻头还要请水鬼？你们一个个都是吃干饭的吗？这点小活都干不明白。爸，3号地块的技术方案是四妹夫做的，我们没参与，不熟悉井底结构，情有可原。事到如今，恐怕只有让四妹夫下井打捞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拉下脸叫他下井？爸，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，赶工程要紧。他不是想要钱吗？给他涨，等他把钻头捞上来，再算账也不晚。说得对，小周，这样，我给你涨1000块钱，月薪7000，不低了吧？你下去把钻头捞上来。你笑什么？爸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已经辞职了。行了，四妹夫，你闹也闹了，爸现在都已经答应给你涨到7000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就是，爸都没跟你计较这些，你还没完没了了。这7000块钱，我可不敢拿。我已经掂量过了，我的能力配不上爸的7000工资，所以，爸，你还是留着另请高明吧。小周，这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，你别得寸进尺。就是，四妹夫，做人要懂得见好就收，别到最后做来做去，什么都做没了。那就不劳大姐夫操心了，爸，只要你签个字，我就彻底离职了。以后我只是你的女婿，我跟兴业地产之间再也没有任何关系。够了，小周，你这是铁了心要离职。我告诉你，我给你6000、7000，那都是看在自家人的情面上。你没文化没学历，出去找工作不可能找到比我这工资还高的活。那是我的事，我做出的选择，我也愿意承担所有后果。你爸，让他走。钻头掉井里，我们大不了请水鬼。技术策划这方面，我们随便找一个技术工也能做。我倒要看看四妹夫离开咱们兴业地产能找到月薪多少的工作。就是，就他这种要文化没文化、要学历没学历的，恐怕连月薪3000的工作都找不到。到时候可别哭着求爸收留你。放心，我会把周总的待遇给满，永远不会让他再回兴业这个泥潭。这是祥瑞地产的沈总，他怎么会来我们工地？难道是谈合作的？
可我们两家是竞争关系，完全没有能合作的业务啊。不管怎么说，沈总亲自到来，算是给我们面子，我们不能怠慢。而且我听说沈总养了几个全江城最顶尖的水鬼，今天也许能借一个用用。对啊，沈总养的水鬼不比周志远强多了。沈总，欢迎欢迎。林董事长，这是怎么了？机器都停掰了，不用赶工程吗？让沈总看笑话了，钻头掉进井里捞不上来，没办法，只能暂时停工。沈总，听说您养了几个水鬼，能不能借一个用用？报酬随您开。借我的水鬼？可我明明听说兴业地产有一个很厉害的水鬼，6年下井几百次，打捞成功率100%。林董事长怎么不让他来打捞？沈总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公司的水鬼已经没人管得住了。他仗着自己会下水能捞钻头，竟然威胁起我爸了，简直是道德败坏到极点。威胁？怎么威胁的？他贪心不足，非逼着我爸给他分红。贪心不足？水鬼下井一次，市场价最低3万，但据我所知，你们那位水鬼拿着6000的工资，却在6年里下了几百次井，这是贪心。沈总，这是我们兴业地产内部的事儿，不劳您操心。我愿意出5万，请您调一个水鬼过来打捞，怎么样？这不是钱的事，业内都知道3号地块地质复杂，打捞难度极高。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全江城甚至全国之内，只有1个人能打捞成功。谁？你的4女婿周志远。什么？沈总，你说周志远是唯一能从这口井里打捞出钻头的人，您没搞错吧？这怎么可能？就是，沈总，我承认他有点本事，但你要说他能在全国水鬼中排名第一，那我可不认，这完全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沈总，是不是这小子跑到您面前胡说八道什么了？丢人现眼的东西，这次把脸都丢到外面去。周公的能力，整个行业都看在眼里，也就只有你们林家不当回事。周公的本事，咱们这些工人也都看着呢。他负责的项目都没有出过问题吧？哪一次不是提前完成？就是，远的不说，就说这次下去，要是让周公来，钻头早打捞上来。至于耽误到现在，都给我闭嘴！让什么让？沈总，您虽然是江城龙头地产总裁，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就周志远这样的技术工，也就只有我爸能给他一份体面的工作。离了我爸，他什么都不是。没错，就他这种不负管教，还动不动就威胁老板的人，离开兴业地产3000块钱都没有公司要。别的公司要不要，我管不着，但我祥瑞地产已经要了，职位副总，而且工资也不是3000，更不是6000，而是年薪800万。你说什么？沈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怕你上家公司卡你离职，所以就过来看看。你是我们祥瑞地产的副总裁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欺负。副总裁？什么意思？他真的入职祥瑞地产了，还拿了800万的年薪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都看仔细了，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。你们留不住的技术工，现在是我们祥瑞地产的副总裁。沈总，你疯了！花800万招他，他就是一个底层技术工，根本不值这么多钱。就是，沈总，您别被他骗了。所以我说，林家上下眼睛都是瞎的。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周公会用实际行动再一次向所有人证明他的价值，而你们林家就等着后悔去吧。沈总，既然你想用他，那你尽管用，别怪我丑话说在前面。如果哪天因为他的能力不足，让祥瑞地产损失重大，跟我可没半点关系。至于后悔，他就是一个底层技术工而已，永远不可能让我林兴业后悔。那就拭目以待吧。周总，我们该回去了。王总您好，做好了，方案早就做好了，我马上给您送过去。等一下，你离职可以，把最后一份工作交接完再走。工作？还有什么工作？当然是城西项目的技术方案，我给了你1周时间做，现在赶紧交给我。爸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什么时候答应你做技术方案了？你的城西项目规划书是婉晴接的，你想要技术方案找他，至于我，一个字都没写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一个字都没写？完了，全完了！耽误工程进展，我要赔3个亿的违约金啊！那可是3个亿呀！爸，你没事吧？周志远，让你下井你不下，让你写技术方案你也不写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知道耽误工期后果多严重吗？你让我们面临3亿违约金的赔偿，公司1年的总利润都没这么多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我就要走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故意的，你对爸给我们的分红不满，早就想跳槽，拖着方案，害爸赔巨额违约金。周志远，你心思实在太歹毒了，你这是故意坑害公司利益，信不信我们立刻起诉你？那你们去起诉好了。
给我站住！马上把老四给我叫过来！连自己男人都管不住，我倒要问问他怎么办事的。爸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我今天一定会给你个交代。周芷月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那是我爸，是我姐夫，你跟他们置什么气？还打算跳槽？你吓唬谁呢？我闹，我让你失望。周志远，你要是闹够了，现在就去把钻头捞上来，再把城西项目的技术方案写好，我还可以既往不咎。所以，你还是不会选择站在我这边，而只是想维护住所谓的家庭和睦，对吗？婉晴，你还记得我刚进公司时，合同上写的是什么工作内容吗？合同上写的是提供部分技术支持，但这6年，我不仅要提供技术支持，还要负责每一个项目的整体技术策划，要亲自来工地监工，要下井捞钻头。这些本来就不是我的工作。是你们，把我的付出当成了理所当然。我为了这个公司尽心竭力，可你爸呢？他又是怎么对我的？分红没我的份儿，有事第一个叫我。我到底是员工，是女婿，还是你们觉得可以任劳任怨的奴隶？但我们是一家人啊，分那么清楚干什么？这些活谁干不是干？志远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但你就当为了我再忍这一次好不好？就这一次。这句话，你说了6年了。公司刚起步那年，你爸买了辆车，正好我要去工地勘察，想开车去。大姐夫说他想带大姐去兜风，你让我忍，让我打车。距离工地2公里的地方，路况太差，出租车不往里进了。我顶着烈日徒步走了2公里。我第一次做技术方案，熬了3个通宵。二姐夫却拿走汇报，把功劳占为己有。你让我忍一忍，别破坏了你和3个姐姐的感情。这种事，6年里发生过多少次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为了你，我才忍了6年。而在我处处忍让、退步的时候，你又在做什么？你在当好人。你爸对我不公，你从没反驳过一句。你几个姐姐姐夫把活都推给我，你没为我说过一句话。你永远让我以和为贵，永远都在让我忍让。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，我是最小的，就该做出让步。你要是跟我爸、跟我姐姐、姐夫全部闹翻，以后逢年过节还怎么见面？你是不是想让别人说我嫁了个不懂事的男人？所以就只能牺牲我，对吗？老四，别跟他废话，赶紧让他把问题处理好。志远，钻头我不会去捞的，技术方案我更不可能写。我跟兴业地产到此为止。周志远，你赶走，今天我就跟你离婚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我说我答应了，离婚。稍后我会找律师起草一份离婚协议，签好字就发给你。沈总，我们走吧。离婚可不是一件小事，考虑好了？考虑好了。那好，今天先去公司熟一下环境。后天晚上，我为你举办一场入职晚宴。入职晚宴？周总入职，不仅待遇上要给满，规格和排面同样也要给满。小周单独负责的第1个项目已经完美收官，要不我回头单独给他办个表彰宴？不用，爸，志远只是做了他该做的，真正决定项目完美完成是您的决策和3位姐夫的能力。他有什么好被表彰的？
谢谢沈总。走吧。他就这么走了，留下这么一个烂摊子给我们，而且还要跟四妹离婚。我林星夜怎么生了这么个没出息的女儿，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好？哼，等着吧，沈总现在只是被他一时蒙骗，他那半吊子本事迟早要暴露，到时候被祥瑞地产扫地出门，我要让他跪着求我收留。爸说的对，有他跪着来求您的时候。董事长，那现在怎么办？钻头还在井底呢。找水鬼，给我把全江城最好的水鬼都找来！我就不信除了他周志全，没人能捞钻头。好，我这就联系。至于城西的项目，爸，城西项目的技术方案就交给我做吧，毕竟我本来就是负责技术方案这一块的。我尽量给你争取到1天的时间，1天之内必须要把技术方案做出来。爸，您放心，1天就1天。爸，城西项目的技术方案做好了。确定没问题吧？我都5年多没写过技术方案了，哪敢保证完全没问题啊？不过周志远那半吊子水平都可以，我肯定更没问题。放心吧，爸，绝对没问题。那就好，备车，我这就去山海集团给王总过目。林秘书，怎么样？技术方案通过了吗？王总说，这份方案漏洞百出，狗屁不通，连最基本的现场地质勘察都没做，完全是闭着眼睛瞎写。漏洞百出。王总看了这份技术方案之后，已经在考虑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和兴业地产合作。李秘书，没那么严重吧？我们已经合作了3个项目，怎么能说不合作就不合作？前2个项目，无论是技术方案还是工程实施，王总都赞不绝口。把城西项目给你们，也是因为那块地开发困难，而兴业地产有能力做出一份完美的技术方案，并且实施。但现在这份方案，王总很失望。之前2个项目的技术方案都是周日元做的，这个不是……那就说得通了。我们王总只认周志远。周志远，又是因为周志远！那个，爸。你个废物东西，简直连周志远都不如！一份技术方案都做不好，你还有什么用？爸，这也怪不到二妹夫头上，毕竟给他的时间只有1天，要怪只能怪周志远耽误了。别跟我提他！谁来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城西的项目要是黄了，我不仅要赔3亿违约金，连刚搭上的王总这条线也要彻底断了。爸，事到如今，还得让周志远来收拾这个烂摊子。让他来？怎么让他来？他不跟我作对就是好事了。爸，现在情况不一样，沈总不是说要给周志远办一个什么入职晚宴？到时候我们也去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逼着他把技术方案弄好。他要是敢不照做，我们就让他身败名裂。好，就这么办。等城西的项目完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这就是全江城最贵的酒店，这也太豪华了。哎，你说这个周总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值得沈总这么对待？以前从没听说过有这么一号人，不会是关系户吧？今天在场的没外人，都是祥瑞职工，客套话我就不说了。欢迎新任副总裁周志远加入祥瑞地产。沈总，按理说您进行人事任命，我不该指手画脚，但我毕竟是向瑞的股东，您直接给他年薪800万，让他当副总，我有些怀疑他的能力是否匹配得上他的身价和职位。是啊，沈总，800万不是小数，可不能随随便便给出去，是否有待商量？你们是在质疑我的决定？我们也是关心公司的发展，毕竟他一个新人，刚一进来就担任副总，万一胜任不了，让公司亏损了怎么办？我相信以周总的能力，不仅不会让公司亏损，反而会带领祥瑞地产更上一层楼。沈总，大话谁都会说，就是不知道周总怎么能证明他的能力。是啊，沈总，就算他有能力，
那也得有个考察期吧。等他展露出了实力，再给他相应的酬劳和待遇，我相信也没有人会多说什么。没错，现在的问题就是周总证明不了自己。谁说证明不了？山海集团特来祝贺周总高升，并愿为其证明。山海集团李秘书到。什么？山海集团李秘书？山海集团，这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基建龙头，业务横跨整个亚欧大陆，更别说还有官方背景。但凡哪家企业能搭上山海集团，那将一步登天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夸张？夸张？兴业地产知道吧？本来寂寂无名，就是因为搭上山海集团，才成为仅次于祥瑞的庞然大物。没错，更别说他们还拿下了城西的项目。等这个项目完工，恐怕就能和祥瑞并驾齐驱了。李秘书，欢迎欢迎。大家不要拘束，我这次来是给祥肉地产送项目的。项目？据我所知，我们祥瑞地产和山海集团从来没有合作过。李秘书怎么亲自来给我们送项目？更准确点说，是给周志远周总送项目。给我送项目？李秘书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没有搞错，周总，王总让我把城西的项目交给你，城西那块地的合作方变更，现在由周总全权负责。什么？城西的项目？什么？城西那块地总利润几十个亿的项目给我们了？我们刚才还说周总证明不了自己，结果他转头拉来了山海集团的项目，还是李秘书亲自送来，这太厉害了。李秘书，城西那块地的合作方不是兴业地产吗？什么时候变更了？兴业地产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做出让王总满意的技术方案，所以王总决定解约。那你们为什么把这个项目给我？周总有所不知，之前王总把城西的项目给兴业地产，不如说本来就是给你个人的。经过前2次的合作，王总对你已经非常认可，他看中的自始终的不是兴业地产，而是你的个人能力。那个周总，我为我刚才的质疑向您道歉，希望您不要放在心上。之前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没看到周总的实力。是啊，周总，抱歉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周总，这份合同你过目一下，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，就可以签字了。既然贵公司这么看重我，我也一定不会让王总失望。等等，我不同意。李秘书，城西项目是我们兴业地产的，您怎么能给别的公司？林董事长，我们只认合作方的实力，但目前看来，兴业地产很明显不具备完美完工的能力。那个李秘书，既然你们只认周志远，那是不是只要他愿意回来，城西项目还能让我们来做？如果周总愿意回去，把城西项目重新交给兴业地产，也不是不行。爸，您要不给四妹夫说点好话吧？什么？你让我给他说好话？爸，现在不是计较脸面的时候，当务之急是先把城西项目弄到手。成了几十亿的利润，不成3亿违约金，哪个重要？就不用我劝你了吧？你说的对，小周，爸知道你这些年受委屈了，爸也深刻反思了自己的问题。这样，以前的事就不提了，毕竟我们是一家人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让你当技术总监，月薪5万，并且每年给你10天带薪休假。月薪5万，林董事长，你可真大方，足足比沈总少了795万。周日远，爸都给你开这么高的工资了，你也该知足了吧？还不赶紧帮他把城西项目拿下来？我今天真是长见识了，几十亿利润的项目，你们月薪5万就想把人打发了，简直痴心妄想。这一家子都是什么奇葩东西？只说我们沈总就已经开出了800万年薪，你们好意思用月薪5万留人？是我们兴业地产内部的事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周总是我们向瑞地产的副总裁，你说有什么关系？沈总，我觉得周总的待遇还是低了点，这样我额外再支付周总10万年薪，直接从我分红里扣。什么？我也愿意额外支付周总10万年薪，同样从分红里扣。我也额外支付10万。算我一个。现在周总的年薪
已经来到970万了。沈总，每年从我分红里划出30万，给周总凑个整，让周总年薪1000万。什么？年薪1000万？年薪1000万？年薪1000万？他就是一个技术工，他凭什么年薪1000万？就是，就凭周总的价值远超这个数，就凭我们愿意给，关你们屁事！你。志远，不要闹了，行不行？虽然祥瑞给你的待遇更好，但我们才是一家人啊！你怎么能帮着其他公司对放我爸？李婉晴，你的话让我感到恶心。在你眼里，我永远都只能用来牺牲，永远都不配拿到自己应得的利益。之前我可以迁就你，但以后不会了。周志远，好歹夫妻一场，你就一点情分都不念吗？林家现在走投无路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爸深陷泥潭。他们能力不足，丢失项目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至于夫妻情分，早就在这6年的时间里被你消磨殆尽了。今天既然你也来了，签字吧。你真要跟我离婚？夫妻不是一体，那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。周志远，你不让我拿到项目，那你也别想好过！你个白眼狼！我给你工作，给你饭吃，你现在竟然恩将仇报！没错，你们的这位周总，1没学历，2没文化。当年要不是我爸收留他，他还不知道在哪里喝西北风呢。没错，他今天能背叛兴业，明天就能背叛祥瑞，这种人品有问题的，你们也敢放心用？难道不是你们对他太差，他才来祥瑞的吗？那你问问他，当初他一事无成，连个工作都找不到，是不是我爸给了他一口饭吃？这是他老婆，我四妹也能证明。的确是这样，以他当时的能力说，6000已经不低了。什么？这是林董事长把他拉出泥潭，这种恩情不得记一辈子啊！其他人正常跳槽没问题，但他这……沈总，周总加入向瑞一事，我看还有待商量。城西的项目利润是够高，但万一他背信弃义，我们向瑞将会承受巨大损失。没错，我看此事要慎重考虑。你们这群人真是听到什么就信什么，完全没有一点分辨真假的能力。沈总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留着他？林董事长说对他好，怎么个好法？16年来，工资一直6000，无奖金，无提成，还是年底分红，你的其他3个女婿各分几百万，而周正远分文没有。这是公司老大女婿，这是公司1%的股份；老二女婿，这是清湖别墅区的房产证；老三女婿，这是法拉利跑车的钥匙。小周啊，你是自家人，公司有困难的时候你顶上，这是应该的。分红是给外人的，自家人分什么？工资6年不变，分红1分没有，这是对他好。林董事长对人好的方式还真是特别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给了他1碗饭吃，他现在跳槽就是忘恩负义。那你知不知道，就是你这所谓的1碗饭，不仅耽误了周总6年，也耽误了向瑞地产6年。你说什么？就在6年前，我已经给周总送去录用通知了，年薪35万，但他为了帮兴业地产，为了你，他甘愿放弃了这么高的薪资。志远，你手里拿的什么？就是一张废纸而已。我听爸的，去公司帮忙。原来当时你撕掉的是一份年薪35万的录用通知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了，你就会不让我去帮你爸，而让我去入职祥瑞地产吗？不仅如此，这些年周志远一共下井几百次，患上了轻度肺病和脊柱侧弯，他对林家已经仁至义尽了吧？没错，周总对林家仁至义尽，而林家又是怎么对他的？谁对谁错，谁忘恩负义，一目了然。以周总的能力和人品，绝对配得上现在的待遇。这林家一家子
才是真真正正的白眼狼。滚出去！这里不欢迎你们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你臭小子，你别得意！真以为兴业地产离了你就不赚了？我还有好几家合作商，还有好几个项目等着我，我们走着瞧。看到了吧，九州基建的来电，这也是国内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。就算山海集团不跟我合作又怎么样？搭上九州基建，兴业地产照样一飞冲天。喂，王总，您说什么？爸，怎么了？九州基建也跟我们解约了。什么？九州基建也要解约？爸，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不就是2家龙头企业解约吗？我们还有3家弱一点的合作方，只要项目照常推进，依旧能赚不少钱。对，我们还有其他合作方，不至于走到绝路。喂，张总。什么？你们天虹重工也要取消合作？第3家了。爸，您别着急，我们还有2家合作方。郑总，什么？您也要取消合作？我们还有一个合作方，我就不信5家企业都要跟我们取消合作。兴业地产与我乡的合作到此为止。为什么？孙总，我自问我们兴业地产实力雄厚，为什么忽然取消合作？那是周公的个人实力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逼走了周公，还想跟我们合作？做梦去吧！周志远，又是因为你！明明是你们自作孽，把周总这个唯一的骨干逼走，现在只不过是自食恶果而已。没错，5家合作方的解约，证明没有周总，他们林家什么都不是。爸，我们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慌什么？就算所有合作方全都解约又怎么样？我们还有3号地块，只要把3号地块的项目做好，我们照样能赚几个亿。爸说的没错，我们还有3号地块，我们还有希望。你说什么？3号地块出事了！董事长，我们加价到7万，终于有水鬼愿意下井，但井底环境太复杂，水鬼在井下出事，已经被送去医院了。现在家属叫来了记者，堵在门口，要我们给个说法。你就是兴业地产董事长，我老公在你们工地出了事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没错，我侄子在医院生死不知，兴业地产必须赔钱！赔钱！林董事长，我听说兴业地产原行业最厉害的水鬼下井几百次无一失误，如今怎么沦落到从外面请水鬼了？外界传言说是林董事长分红不公，导致周志远辞职，这是真的吗？项目负责人调整后，工地出现安全事件，是否意味着除了他，兴业地产无人可用？对此次事件，林董事长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各位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又是这口井，又是这口井，让我损失了5家合作商，5个大项目还不够，现在还要让我赔钱。怪天怪地，就是不肯怪自己。没错，明明是他自作孽。整个公司除了周公就没有一个能顶事儿的，偏偏他把周公逼走了。要是周公负责3号地块，项目早就顺利进行了，哪还会出这种事儿？爸，家属那边赔偿多少合适？家属那边不用管。老大女婿，你马上打电话给财务，从公司公账里划出来100万，给那几个记者当封口费。什么？当务之急是先把消息压住。如果让合作方知道3号地块出了这么大的事故，我们最后一个项目也要彻底完了。爸说的对，我现在就联系财务。爸，不好了！财务说银行那边得知我们5家合作方全部解约，直接给我们的账户封账，冻结了。你说什么？银行封户，冻结资金？怎么会这样？爸，钻头捞上来了，可以继续施工了。爸，项目圆满完成，这是整个工程的详细报告，您看一下。如果小周还在，事情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了。如果小周还在，不，就是他留下了这个烂摊子，是他把我害成现在这样，该死，该死！
爸，现在怎么办？银行封账，资金取不出来，这100万就要由你们3家一起出。什么？怎么？你们不愿意？爸，您误会了，我当然想帮公司分担压力，但您也知道，我只有一辆500万的法拉利，哪有现金啊？我也是，爸，我只有一栋800万的别墅，现金流这块找大姐夫，他拿的才是实实在在的钱。爸，我的钱在分红当天就投进股市理财了，现在根本取不出来。凑钱这事儿，你得找2妹夫和3妹夫。分红的时候，属你们3家分的最多。现在公司遇到困难需要你们，一个都想置身事外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告诉你们，要是拖到3号地块项目黄了，我们都得完蛋。这100万，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必须给我凑出来，少1分都不行。爸说的对，这钱我们来凑，每家平摊33万。至于最后1万，四妹家。大姐夫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当初分红你拿的最多，现在也应该多承担点。这样，你出40万，二姐夫拿的少一点，出35万，我的分红最少，出25万，正好100万。凭什么我出40万？分红那是爸自愿给的，现在出了事儿就得平摊，谁也别多，谁也别少。对，大家一样都是女婿，凭什么有人多出，有人少贴？再说了，如果你当时下井把钻头捞上来，就不会出这么大的事儿。我们这是在为你擦屁股，你居然怪到我身上！你那么有本事，你怎么不下井去捞？这是你的活，我凭什么下去捞？都给我闭嘴！就按老3女婿说的办，老大女婿出40万，老2女婿出35万，老3女婿出25万。爸，谁敢有意见，就把分红给老子还回来，滚出公司！好，那就听爸的。爸，记者那边暂时用钱稳住了，可3号地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终究纸包不住火，到时候合作方银行全都会来催债，我们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项目顺利完工，等3号地块成功交付，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不过现在周志远走了，这个项目你们谁来接手？老大女婿，你来。爸，不是我不愿意负责，只是我擅长的领域是金融和商务，让我接手那不是外行管内行吗？老2女婿，你来。爸，这也不是我的强项，我只擅长文案策划，现场施工这一块还得让3妹夫来，他有技术有经验。老3女婿，你来。爸，3号地块地质复杂，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摸不清，让二姐夫吧，他懂文案懂策划，要是再弄明白现场施工，以后也可以独立负责一整个工程项目。3妹夫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自己不想接手就推给我？不是二姐夫你先推给我的，而且我也是为你好。你既然懂文案策划，再学点技术，以后独立负责项目不好吗？你够了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老子给你们分红，给你们豪车别墅股份，现在项目迟迟推进不了，结果没有一个中用的能给我顶上去，一个个都哑巴了。你们谁能告诉我现在怎么办？项目还做不做？公司还开不开？爸，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把周志远叫回来，让他把3号地块这个项目负责到底。你以为我不想要回来？他早回来了。至于拖到现在发生事故，之前是我们用错了方法。这家伙软硬不吃，但他不可能不管他老家的爸妈，我们就去周志远老家闹，闹到他愿意回来为止。这个办法好，他爸妈年纪大了，能经得住几次折腾。实在不行，让4妹拿离婚当威胁，他爸妈肯定会让周志远妥协。行，周志远想要待遇要分红，做梦，我1分都不会给他。今天要是能把他叫来，等3号地块完工，我给你们仨每人奖励1个亿。谢谢爸。那我们现在就去他老家。亲家婉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来，快进屋。哼，谁跟你是亲家？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来是来找你们一家子算账的。算账？算账？亲家，这话什么意思？志远呢？他没跟你们一起来吗？你还有脸提周志远？你知不知道你们的好儿子都做了什么？他让公司损失了城西项目和5家合作方，给爸造成的财产亏损超过100亿。他倒是拍拍屁股走人了，留下一个烂摊子，让谁收拾？损失项目合作方，亏损超100亿，这怎么可能？志远这孩子从小就老实本分，绝不会干出这种事儿。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个屁！你以为爸为什么来你们这穷山沟？就因为钻头掉井里，他不仅不捞，反而跳槽到别的公司，导致工程完全进展不了。现在连公司账户都被银行查封了。什么？婉晴，他们说的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怎么会这样？志远怎么会不管事了？少废话！现在马上给周志远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。也别说我不近人情，只要你们把周志远喊回来，把3号地块项目做完，再让他跟我签30年的劳务合同，之前造成的损失我可以既往不咎，要不然我就让我女儿跟他离婚。什么？离婚？这怎么行？志远和婉晴都结婚6年了，怎么能说离就离？是啊，林董事长，这6年志远是怎么对婉晴的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
可以说世事以晚晴为先，怎么能离婚呢？婉晴，你快劝劝你爸，婚姻可不是儿戏啊！我听我爸的，除非我爸说的他照做，要不然我就跟他离婚。周志远今年都快30了，要是四妹跟他离婚，我看还有谁肯嫁他？他要是续不上，你们两个老家伙别说抱孙子，以后想在村里抬头都难。行了，别跟他们废话了。你们要是还想让俩人婚姻持续，就赶紧打电话让周志远来做项目稳局面，否则要是耽误工期，你们不想离也得离。我这就给志远打电话。城西项目的技术方案我已经拿给王总过目了，他对你做的这份方案很满意，接下来就可以准备动工了。兜兜转转，城西项目的主负责人还是我，只是这次我的身份变成了祥瑞地产的副总裁。哦，对了，明天1年1度的房地产大会召开，主办方对你的能力大为认可，特地托我将这份至尊请柬送到你手里。至尊请柬跟普通请柬的区别在哪儿？区别就在只有对行业做出过重大贡献，并且负责过多项完美项目的从业者才配收到。房地产大会举办了这么多届，但之前没有一个人收到过至尊请柬。志远，你是首位。谢谢沈总。其实我们年龄差不多大，你叫我志毅就行。志毅，我今天先回趟老家，跟我爸妈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事。我送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喂，妈，什么？我这就回去。志远说他马上就回来。他最好赶紧回来，要是继续耽误3号地块的工期，就不只是四妹跟他离婚这么简单，我们还要让周志远牢底坐穿。什么？牢底坐穿？居然严重到要坐牢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不会？都是他惹的祸，就得他负责到底。没错，周志远一个快30的人，离了婚还要坐牢，我看你们一家子以后在村里还怎么抬头见人？孩儿他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林董事长，求你不要啊！离婚又要坐牢，这事儿传出去，志远下半辈子就完了。他好歹喊了你几年的爸，求求你们放过他吧！放过他？你问问那些合作商，能放过我吗？能不让我赔违约金吗？这臭小子放手不管公司，就该想到会有这么一天。我给你们磕头行不行？婉晴，你求求你爸爸，志远不能坐牢啊！周志远一走了之，不光是我爸，大姐一家、二姐一家、三姐一家，全都损失惨重。我怎么求？子不教父之过，志远的错，我替他给你们道歉，我赔钱，你们怎么对我都行，求你们别毁了孩子。道歉？道歉有个屁用！你们最好祈祷周志远回来及时，要不然就算你们赔到倾家荡产，也弥补不了我们的损失。我们一定要去法院告他，怎么样你们才能满意？我也给你们跪下。爸妈，你们对我爸妈做什么？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周志远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知不知道3号地块出事了？水鬼下井差点上不来，家属来闹银行封账，公司差点就要破产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你没关系？你要是早点下井把钻头捞起来，后面还会发生这么多事儿吗？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责任。现在马上给我回3号地块，把钻头捞出来，让工程推进下去。凭什么？我早就辞职了，现在跟兴业地产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的井里掉钻头，凭什么让我去捞？够了，周志远，能不能别闹了？那口井只有你能下，你就下去捞个钻头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非要看到公司破产被清算才肯善罢甘休？就算兴业地产真的破产，那也是你们自找的。周志远，你别给脸不要！林董事长，您消消气，这孩子犯浑了，我这就说他。志远，赶紧跟林董事长认个错，再去工地把钻头捞出来。毕竟都是一家人，他肯定不会太为难你。我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？做人要老实，做事要踏实。你既然跟着林董事长干活，那就得把活干好。项目做一半你放手不管，这算怎么回事？爸妈，你们不了解具体情况。什么？我本来也要回来一趟，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事儿。既然他们闹上门了，那今天干脆就把所有事情说开。爸妈，你们也知道，我跟着他干，只需要提供部分技术支持。至于下井捞钻头，负责整个工程项目，根本不是我的活儿。没错，6年前你签的合同，我和你妈都知道。这份合同
一直没有变过。那他们为什么说损失了项目，还有合作商解约，这些都是你造成的？因为他们恬不知耻。我当初看在一家人的份上，主动揽活，做技术方案，下井捞钻头，却被他们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付出。我的好岳父不仅没给我涨过工资，反而去年的年底分红，他大女婿拿了1%的分成，二女婿分了一栋800万的别墅，三女婿得到一辆500万的豪车，只有我这个四女婿1分钱没有。什么？一共4个女婿，3个都分了几百万，到你这儿就没了？这简直就是区别对待！所以我辞职了。他们能力不行，工程项目出了问题，他们不从自身找原因，反而将一切过错都推到我身上。我明白了，这件事儿你没错，林董事长，我们是穷，但能分辨是非。我儿子没做错什么，他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，反倒是你们辜负了志远。够了！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听你们翻这些旧账的，我说是他的错，那就是他的错。周志远今天必须跟我回去捞钻头。我不跟你回去又怎么样？不跟我回去，那你要想好，能不能承受跟我女儿离婚的后果？不跟我回去，那你要想好，能不能承受跟我女儿离婚的后果？后果？有什么后果？周志远，你真是没有一点自知之明。你都快30了，真要跟四妹离了婚，没有一个女的愿意嫁给你，你就等着下半辈子打光棍吧。那是我的事，你们有这个时间操闲习，还不如想想3号地块怎么顺利推进下去。别，志远，你少说2句。为了你跟婉晴的婚姻不受影响，帮他们把钻头捞出来吧。捞出钻头还不能算完，我还要他给我签30年的劳务合同。至于工资，你不是想要待遇吗？好，我就给你3000一个月，没有股份，没有提成，没有任何奖金补贴。什么？林董事长，3000块钱一个月，这也太少了。少？周志远耽搁这么久，不要受雇费啊？水鬼在井底下出了事儿，他不用摊钱吗？爸只扣他3000，已经对他够好了。你们要是再多说一句，就等着四妹跟他离婚吧。妈，我跟林婉晴早就说好离婚了，只是还没有正式签合同。正好今天她也来了，上次你没签的字，这次补上也不晚。周志远，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，你真要离婚？我之前确实没有看清楚谁对我好，谁对我歹，不然我也不会留在兴业地产整整6年。志远，别冲动，你跟婉晴小两口一家人，这婚哪能说离就离？妈，我跟林婉晴不是一家人，她跟她爸3个姐姐姐夫才是一家人。6年的时间，反反复复证明，我在他们这一大家子面前只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异类。我累了，这样的婚姻我不想再维持下去了。可是，算了，不要再劝了。孩子的婚姻大事，就由他自己做主好了。志远，不管你怎么决定，我跟你妈都支持你。林婉晴，我们的婚姻走到今天，再拖下去也没有意义了。签字吧，以后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各不相干。周志远，明明你只需要退一步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就能让我们家庭和睦，皆大欢喜，你非要走到离婚这一步吗？就是因为这6年来，我每次都退一步，才会让你爸、你姐夫他们得寸进尺。这一次我不退了，别浪费时间。你再不签字，我就去法院起诉离婚。好，周志远，离婚就离婚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别后悔。爸，他们真离婚了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继续找水鬼，找工程负责人。我就不信离了他，3号地块真就无法完工了。你说什么？房地产大会的至尊请柬被主办方发出去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你说什么？房地产大会的至尊请柬被主办方发出去了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什么有救了？是啊，爸，房地产大会的至尊请柬发放出去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他妈的做事不行，脑子也出问题了！至尊请柬发放出去，代表着业内出现一位顶级人才。如果能把他请来，3号地块项目就能完美推进。我还用得着求他周志远？对，爸，这位至尊请柬的持有者是谁？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去拜访。还处于保密阶段，除了主办方和当事人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。
不过明天他肯定会在房地产大会上亮相，到时候就算拿出项目总利润的一半，我也要把他请过来。听到了吧，周志远，业内最顶尖人才就在江城，至于你，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。没错，亏我3番5次的给你机会，但你就是不知好歹。现在也别怪我不讲情面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将被兴业地产永久拉黑，再不录用。这下玩脱了吧？别看你现在把祥瑞地产那帮人给骗住了，但总有败露的那天。等你被沈总扫地出门，就算你们一家子把头磕破，你也回不了兴业地产。你笑什么？笑你是蠢货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请那位顶尖人才来负责项目，那你们知不知道那份至尊请柬的持有者到底是谁？难道是你？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请那位顶尖人才来负责项目，那你们知不知道那份至尊请柬的持有者到底是谁？我们不知道，难不成你知道？就他一个3000的底层技术工，怎么可能知道那种大人物的身份？行了，我们的邀请函已经送到公司了，赶紧回去准备一下，去参加明天的房地产大会。林姓业、赵鹏，你们敢来跟我爸妈家闹，明天的房地产大会，我就要让你们好不容易诞生的希望彻底破碎。听说了吗？今年房地产大会主办方居然发出了一份至尊请柬，堪称史无前例。不过这位神秘的顶尖人才到底是谁啊？不知道，一点消息都没有透露出来。看来是要作为压轴公布了。真想见识见识这位业内顶尖人才到底是何等人物。看来不只是我们，今天到场的所有大佬都是奔着那位至尊请柬的持有者而来。我们兴业地产规模是不小，但在这些同行面前，竞争力怕也不够。爸，我们也不求他能为兴业地产所用，只要他能负责好3号地块这个单独的项目就行了。对，只要我们拿出诚意，那可是几个亿的纯利润，我不信他不动心。志远，我接个电话，你先进去。爸，你看，周志远，他怎么来了？给我站住！你们又想干什么？我还想问你呢。我们都是受到主办方邀请才来参会，你来房地产大会干什么？我当然也是来参加房地产大会。今天到场的全是业内有头有脸的大佬，至尊持有者也会亮相，底层技工没资格到场。爸说的没错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回去。我的事，你没有资格指手画脚。大家都是受邀而来，凭什么我不能进城？哼，你说你也是被邀请的，既然这样，把你的请柬拿出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的请柬，凭什么给你们看？我看你压根儿就没有请柬。这才是请柬，而且是黄金请柬。以我们兴业地产在江城的分量，连主办方都要隆重对待，特地送来黄金请柬。黄金请柬，一个连钻头都捞不上来，项目都推进不了的地产企业，也有资格收到黄金请柬？周志远，你敢羞辱我！我只是实话实说。那也比你强。别说黄金请柬，就你这种底层技术工，连普通请柬都收不到吧？就是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也配看不起我们的黄金请柬？别跟他废话，没有请柬，那就是混进来的。直接让人把他赶出去！爸说的对，我这就叫人清场。保安，保安呐！
先生，请问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这么重要的房地产大会，怎么能让一个没有请柬的底层技术工混进来？什么？居然有人是混进来的？什么？居然有人是混进来的？是谁？就是他！马上把他赶出去！就是，你们不知道今天的大会多重要吗？万一他在这里惹了事儿，你们承担得起吗？这些保安怎么办事的？这种场合都能让人混进来？没错，这是兴业地产的人吧？还好他们发现及时。要真让这个人闹出乱子，这几个保安全都得捐个滚蛋！这位先生，如果你没有请柬的话，请你马上离开，不要影响大会的秩序。谁说我没有请柬了？如果有，麻烦你出示一下，让我们看看。没问题，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。行了，周志远，这就不是你配来的地方，你也拿不出请柬，赶紧滚吧。就是，真把自己当成大会的贵宾了。你什么底细，我们还能不清楚吗？话还是别说的太满，不然会被打脸的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周志远能拿出什么请柬来。那你看好了，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居然是至尊请柬！什么？啊！至尊请柬！这是至尊请柬？难道他就是那位神秘的业内顶尖人才？这么年轻，真是有志不在年高。没想到，至尊请柬的持有者竟然以这样一种方式亮相。至尊请柬的持有者居然是你，这怎么可能？当然不可能，周志远就是个底层技术工，怎么配收到至尊请柬？那他拿出的这张请柬又是怎么回事？当然是伪造的。这不可能吧？怎么会有人胆子这么大，敢伪造至尊请柬？不怕惹怒主办方和至尊请柬真正的持有者吗？那我问问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谁真正见过至尊请柬？你们保安见过吗？我们也没见过，但是……蠢货，写着至尊请柬，他就真是至尊请柬了？那我在我的黄金请柬上写上首富，难道我就是首富了？哈哈哈，也不怕告诉大家他的底细。这个人原本是我们的连副，在兴业地产上班，月薪只有6000。哦，对了，这6000块钱还是我爸看在一家人的份上给他的要价。没错，这样一个底层技术工，你们觉得他配收到至尊请柬吗？就是，他什么水平我们最清楚，6年一直都是6000，但凡他有点本事，工资也涨上去了。不信我可以给你们看他6年的工资流水。真是6000，如果真是至尊请柬的持有者，怎么可能只拿6000的工资？就是，业内顶尖人才在哪里不得被供起来？身价决定能力，看来这份请柬就是伪造的，他根本不是至尊请柬的持有者。周志远，你为了混进这种高端场合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连伪造请柬都做得出来，可惜被我揭穿了。揭穿？有没有可能是你太自以为是了？不管你怎么狡辩，今天都要滚出去！各位，本届房地产大会因为有至尊请柬发出，比以往都要重要。如果因为他的混入，导致那位顶尖人才心生不满，我们所有人都要跟着受牵连。所以我认为，要马上把他赶出去。没错，本届房地产大会不能出现任何乱子，赶出去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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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先生，请你出去，不然别怪我们把你轰出去。你们不信没关系，但我劝你们一句，最好先去核实一下，再决定要不要把我轰出去。核实什么？工资流水我都亮出来了，你们看他像是顶尖人才的样子吗？你们尽管赶人，一点事儿没有。既然你非要在这里闹事，那就怪不得我们了。动手！都给我
我住手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祥瑞地产的沈总一到，终于到了。这可是江城龙头地产的掌权人，这小子早点滚出去，最多也就是丢个面子。如今闹到沈总跟前，已经不是被轰出去那么简单了。没错，以沈总的身份地位，完全可以将他全行业封杀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沈总，您来的正好。本届房地产大会有个臭虫混了进来，不仅如此，他伪造至尊请柬，冒充那位顶尖人才，我们怕他影响大会举办，正要把他赶出去。你们说谁是混进来的臭虫？就是他！沈总，就是这小子。您是江城地产界首席，如今您已到场，如何处置这小子，自然由您发落。沈总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们就把这小子扔出去。出去！沈总，您刚才说什么？我说让你们出去。沈总，我们难道不要履行职责吗？这个人混进大会，我们……谁说他是混进来的？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沈总，难道他有什么不得了的身份？他是我们祥瑞地产新上任的副总裁。什么？祥瑞地产副总裁？他就是祥瑞地产那位新任副总。早就听说沈总招了一位年薪1000万的副总裁，一直没见过真人，没想到居然就是他。这兴业地产的底层技术工，居然是祥瑞地产的副总裁。现在你们觉得他有资格站在这里吗？有，当然有。祥瑞地产每年都是大会特邀贵宾，收到的也都是白金请柬。周总作为祥瑞副总，当然有资格。没错，别说是白金请柬，就算没有请柬，以周总的身份来参加大会，也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周总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没认出您的身份，都怪这几个兴业地产的王八蛋，非说周总不配进来，叫嚣我们对周总动手。周总，我们这就滚出去，绝不打扰您和沈总参加大会。等一下，大家是不是搞错了一件事儿？你个王八蛋，差点害我们得罪周总，现在你还想干什么？没错，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个所以然，就默认你是在故意挑事。到时候别怪我们联手把兴业地产拉进永不合作的黑名单。我当然不是故意挑事儿，而是要提醒大家，是不是忘了一件事儿？什么事儿？他还伪造了至尊请柬。就算他是祥瑞地产的副总又怎么样？他能凭借这个身份参加大会，难道还能随意伪造至尊请柬吗？没错，伪造至尊请柬才是他最大的错。万一惹怒真正的持有者，他会怎么看待我们这些业内人士？到时候我们的名声就全臭了。我爸说的没错，名声臭掉的后果我不说，大家也都清楚吧。所以我认为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今天都没资格待在这里。是啊，伪造至尊邀请函，冒充业内顶尖人才，这可不是小事儿。这周副总怕不是新总上位，狂得没边了。如今给他一个教训也好。沈总，惹怒那位顶尖人才的代价，我们都承受不起。所以为了大家，为了江城房地产行业，还请您以身作则，让他出去。没错，让他出去。沈总，我早说过这臭小子就是个祸害，你偏不信。现在他惹出这么大的祸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沈总，这的确是您识人不明，赶紧把他赶出去，别连累我们整个行业。谁说他手中这份至尊请柬是假的？谁说他是冒充的？沈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周志远就是至尊请柬真正的持有者，更是主办方隆重邀请的那位业内顶尖人才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周志远就是至尊请柬真正的持有者，更是主办方隆重邀请的那位业内顶尖人才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就他这种底层技术工，也就沈总您当个宝，他的真实水平根本配不上自己的副总地位。没错，沈总，
我看你真是病急乱投医了，为了维护周志远，什么身份都敢往他头上加。怎么，这份至尊请请柬是主办方亲自委托我送到志远手中的，结果你们说请请柬是假的，他的身份是冒充的。亲自委托你，沈总，这件事没有其他的知情人，全凭你张嘴一说，是真是假，谁知道呢？就是主办方严防死守持有者的所有信息，不让透露。你是说他们瞒着所有同行，偏偏告诉你让你发至尊请柬给周志远？这未免太可笑了吧！既然我的话你们不信，那就废话少说，是真是假，等主持人上台，自然会见分晓。但我不会让这个臭小子等到主持人上台，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人？非要沦落到卷铺盖滚蛋的下场吗？周总，别怪我们履行职责，是你犯了众怒，谁都保不了你，请你出去。麻烦大家安静一下。大家上午好，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听说了，本届房地产大会跟以往都不一样，因为今年业内出现了一位顶尖人才，他将是本届房地产大会的唯一主角。的确，至尊请柬发出去这事儿，我们都知道消息。没错，就在刚刚，甚至有人敢伪造至尊请柬，冒充那位业内顶尖人才，简直太猖狂了。主持人，你也别卖关子了，我们都想知道至尊请柬真正的到底是谁。他就在现场，没准在座的各位刚才已经跟他有过交流。什么？就在现场？那位业内顶尖人才早就已经到了，在哪儿？怎么刚才闹成那样，他没有站出来亮明身份？我觉得这种人都是有傲骨的，肯定不屑于主动公布身份，所以就在一旁看着周之店闹笑话。等大会开始后，瞩目登场，大家自然也就知道是谁了。爸说的有道理，看到了吗？这才是真正的大佬该有的风范，不像你一个底层技术工，只会在这里哗众取宠，丢人现眼。白痴！你说什么？大姐夫，犯不着跟他置气了，他得意不了多久了。待会儿主持人公布身份，他就会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被轰出会场。到时候别说3000了，他连扫厕所都没人要。周志远，落到这个下场都是你自找的。我现在无比庆幸跟你离了婚，要不然我们一大家子都要被你连累。什么？你庆幸早了？你什么意思？下面有请至尊请柬的持有者，业内顶尖人才周志远先生登台。什么？真的是他！志远，你默默无闻太久了，但你的光芒不会被掩盖。去吧，去迎接本该属于你的最万众瞩目的时刻吧。真的是他，伪造至尊请柬，他就是业内顶尖人才。这绝对不可能！周志远怎么可能是业内顶尖人才？怎么可能会是至尊请柬的持有者？主持人，你们主办方是不是搞错了？他明明就是一个只值3000的底层技术工。这位同行还请慎言，房地产大会是由官方主办，要对每一位来宾负责，更要对整个行业负责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怎么会搞错？周志远先生，大家都在期待你的亮相，你也如期在万众瞩目中登场。今日之后，你的名字必将名震全国。现在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感谢大家对我的关注。其实，对于能收到至尊请柬，我也有些意外。我等了一晚上，盼了一晚上，就想着请来那位业内顶尖人才，帮我们解决3号地块。没想到，居然是他，居然是我一直看不起的4女婿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小周啊，兴业地产刚刚起步，正是用人的时候。我听婉晴说你懂点技术，咱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你就来公司帮我吧。我暂时先给你6000一个月，表现好了就给你升职加薪。我听爸的，去公司帮忙。爸，钻头捞上来了，可以继续施工了。过去1年，兴业地产再创佳绩，全年销售额突破10亿，净利润更是达到了1个亿。老大女婿1%的股份，老二女婿800万，老三女婿500万。小周啊，你是自家人，公司有困难的时候你顶上，这是应该的。分红是给外人的，
自家人分什么？我这些年到底都干了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世尊请柬的持有者人，房地大会主办方都要隆重邀请的人，而我又是怎么对他的？志远，爸这么安排，肯定有他的考量，你听着就是了，别让我爸下不来台。嘉禾必须有人吃亏，志远，你吃这一次亏怎么了？别这么斤斤计较，行不行？就是为了你，我才忍了6年。而在我处处忍让退步的时候，你又在做什么？你在当好人。你爸对我不公，你从没反驳过一句。你几个姐姐姐夫把活都推给我，你没为我说过一句话。你永远让我以和为贵，永远都在让我忍让。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好，我是最小的，就该做出让步。你要是跟我爸、跟我姐姐、姐夫全部闹翻，以后逢年过节还怎么见面？你是不是想让别人说我嫁了个不懂事的男人？所以就只能牺牲我，对吗？周志远，明明你只需要退一步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就能让我们家庭和睦、皆大欢喜，你非要走到离婚这一步吗？就是因为这6年来，我每次都退一步，才会让你爸、你姐夫他们得寸进尺。这一次我不退了，别浪费时间。你再不签字，我就去法院起诉离婚。好，周志远，离婚就离婚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别后悔。你说的对。这6年你一直在处处忍让，我爸对你不公，我从没反驳过一句。我几个姐姐姐夫把活都推给你，我也没为你说过一句话。我永远让你以和为贵，永远都在让你忍让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志远，我后悔了。周志远先生，以你的能力，这些年不至于默默无名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，让您这位业内顶尖人才被埋没多年？都过去了，以前的事儿，我不想再提。不，没过去。我们周总喜好与人为善，不争不抢，但我忍不了这口气。今天我替他出。林兴业，对于周总这个一手扶持起兴业地产的最大功臣，不仅没有给到该有的待遇，反而处处刁难。今天更是蹬鼻子上脸，叫嚣保安对他动手。新账旧仇，今日一起算。现在我宣布，但凡与兴业地产合作的公司，我祥瑞地产将永久拉黑，一律不再考虑合作之事。什么？沈总，这可不行啊！你这是要断掉兴业地产所有的合作方啊！断就断了，周总已经离开，那么兴业地产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我江城重工响应沈总号召，绝不会跟兴业地产有1分钱的业务遭机。我城北建材响应沈总号召，绝不会跟兴业地产合作。我们城东五金，我们城东奇力生财，绝不会跟兴业地产合作。不要，沈总，我错了，求你放过我，放过兴业地产吧。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你们是知道好日子到头了。婉晴，快，你去求周志远，你们毕竟夫妻一场，有情分在的，他一定会看在你的面子上原谅我们的。让我去求，我怎么求？这6年，我处处站在你们这边，你们不顾志远的利益，我就劝他忍让；你们把所有脏活累活都推给志远，我就默许。这6年来，我有一次帮他说过话吗？至于夫妻情分，早就在我一次次帮你们的过程中消耗得一干二净了。我落到这个下场，是我蠢，是我拎不清，我认了。但周志远说的对，你们这都是报应。解约了，3号地块，我们最后的希望也解约了，还要我们赔违约金，我们全完了。本届房地产大会彻底落下帷幕，业内顶尖人才周志远成功接手3号地块开发项目，而兴业地产被全行业抵制，已经申请破产，其董事长林兴业卖房卖车还贷，如今流落街头。兜兜转转，没想到我最终还是成了3号党块的负责人。那口井底的钻头我已经派水鬼捞上来了，设备也都调试好了，可以动工了。唉，物是人非了。